盖着红里透红的瓜子脸，大而明亮的眼睛，纤细修长性感的大腿，如同少女般曲折动人的细腰，圆润饱满且恰到好处的翘腿儿。这位极致性感的女神就是咱们今天的主角螳螂。螳螂帮助焦土的特色生物之一，这种体型的螳螂也就只有在游戏里见到了。那片金色的沙漠就能看到它们出没。螳螂会主动攻击，一般会用一技能越级起手，在靠近敌人后只会用平 A， 所以对玩家的威胁呢也不算大。想要征服这样完美的女神，然后骑上去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。像那种骂语、塞东西的低俗招式是不起作用的。看，他在拒绝你。螳螂这家伙为和平驯服，至于驯养的所需的材料为两种，第一个是蠕虫角，在沙漠的深处就能有趣的遇到这个又长又粗的沙漠之钉，从它的尸体上便能采出蠕虫角。不要再以为啥有这道绿光。一种呢是从那种猛得像个战神的家伙尸体采集而来的犀牛角。不要再以为啥沙漠里会有皮毛戏。你看一波罗不是隔着沙漠开演唱会吗？没错，咱们的女生就是喜欢这种硬邦邦的角类。将其中一种材料提前放置0号键，然后穿上帅气的吉利服，喷上香水，用不那么滴水的方式尾随其身后慢慢靠近臀部，尤其是和驯服矿洞3兄弟的过程大致一样。蠕虫角的驯服效率比犀牛角要高4.5倍左右，注意征服女生的过程中不可让她受到伤害，它会主动攻击一些草食性的生物，导致驯养进度清空。所以还是需要提供一个良好的驯服环境，可先掉进到一个四处无人的地方，或者是困住，这样驯服起来的也更为简单。没想到成功征服女神之后，还需要等级达到45级，学习自主安具才可以骑乘。你们以为有安具可以真正的骑在她的身上了？我上去之后才发现，原来是踩在她背上的。哎，好失望啊！螳螂的左键给草，就是平 A， 回头像镰刀一般的钳子攻击敌人，其实真的可以像镰刀一样的给草。右键上，飞跃攻击敌人，造成2段伤害，撞击一段，落地斩一段，伤害挺高，就是比较消耗耐力。飞跃攻击的途中向后使用左键可以转向，玩过防震的小伙伴都晓得。螳螂有个武器大师的称号，之所以被称为武器大师，就是螳螂可以使用玩家能够手持的近战武器，就像这样子将武器拖入，把太克武器除外，导致长矛、斧头、镰刀、长剑、剪刀、长枪、棒棒样样精通。不愧是女神，道具武器会的还挺多的。除了剪刀以外，其余的功能和玩家使用的武器都差不多。人物可以使用斧头采石头，那么螳螂使用斧头也是可以采集同样的资源的。只是螳螂使用剪刀的效果有点令人意外，用了之后才知道原来剪刀是可以运生物的。不过要是击晕生物还得是棒棒，尤其是传说品质的棒棒，靠晕生物那也叫一个爽啊！又或者使用传说的长剑，让近战伤害极致化，并且螳螂使用这些武器的伤害都是比人物要高很多的。比如人物和螳螂使用同一个棒棒敲生物，人物敲一下是2点伤害，而螳螂呢敲出来却是48点伤害。螳螂在使用武器采集资源的能力也是数一数2的。但是这里有个争议，有些人就觉得螳螂的采集效率非常的高，可以代替其他的工具龙，但我不这么认为，主要还是因为这货的负重堪忧。如果是修改过负重倍率的，那当我没说。原服的玩家应该没有几个和驯服螳螂去采集的。对了，它的尸体还能采集出有机聚合物。至于螳螂是否值得驯服，这个得看个人是否喜欢了。方舟的生物数百种，总有那么1-2个主角是属于你的专宠。上